法治故事耐人寻味，不容错过。2007年初，刚刚30岁的许晨被德国一家货运集团任命为泉州分公司总经理。许晨是泉州人，到泉州后，他凭借校友关系和闽南老乡的资源，为公司的发展营造了有利环境，业绩增长迅速，受到上级嘉奖。2008年5月，许晨去总部述职，集团公司老总对他说：“你干得很棒，不过一个人挑大梁太辛苦，董事会决定给你派一个助手。”说着，他把一份简历递给许晨说：“就是他，韦志奇，物流与贸易专业毕业，表现很优异。”许晨回到泉州，星期一刚上班，一位身材高挑的年轻女子走进了他的办公室，自我介绍说：“许总您好，我是韦志奇，今天来报道。”许晨连忙起身欢迎，他端详着眼前这位新来的助手，许晨心里不由得暗自赞叹起来。韦志奇在工作中雷厉风行，决策果断，与他温柔恬静的外表判若两人。在频繁的接触中，两人对彼此都产生了好感。2008年8月，许晨亲自去港口指挥装调一批运往台湾的重要货物时，不小心掉进了一条狭窄的暗沟，剧烈的疼痛让他大汗淋漓。工人们赶紧把他送往医院，经诊断为左脚踝骨骨折，需住院手术治疗。前来探望的韦志奇安慰他说：“你安心养病，好好休息，公司的事情交给我好了，有事我会向你汇报的。”韦志奇将公司日常事务处理得井然有序，每天下班后他都去看望许晨，还经常带一些许晨喜欢吃的东西。一个周日的午后，韦志奇剥好一颗枇杷送向许晨的嘴边，不料脚下的高跟鞋一滑，身子倒向了靠床坐着的许晨。许晨急忙用双手扶住他，刹那间两双眼睛对视在一起，韦志奇顿时两腮绯红，害羞地移开了自己的目光。许晨再也按耐不住自己的感情，用双臂紧紧地抱住了他。9月初，许晨和韦志奇一起在海边度假。正当两人浸泡在蜜馆中时，许晨的手机响了。他接通电话，手机里传来了老同学孙宇轩急迫的声音：“许晨，你在哪里？有没有去灭火呀？”许晨一时摸不着头脑，急忙问：“咋了？你还不知道啊？快上网看看吧，天涯论坛里有你的新闻，这下你可出名了。”挂断电话，许晨和韦志奇匆匆回到酒店，打开天涯论坛，输入自己的名字搜索，一行大标题跳出了屏幕：现代陈世美许晨继幼学生妹致其怀孕后始乱终弃。接下来是一个长帖，叙述许晨在夜总会灌醉福建某大学艺术系女学生龚雪后，与之发生关系，导致其怀孕后将其抛弃，云云。其中还附有许晨与龚雪在夜总会及家里的亲密照片。看着这些文字和照片，许晨重重地坐在了椅子上。韦志奇委屈和愤怒的泪水刹那间奔涌而出，匆匆整理好行李奔向房门口。许晨一个箭步冲上去，用哀求的语气说：“奇，你听我解释。”韦志奇悲愤交加，奋力甩开许晨的双手，飞也似的跑出酒店，登上一辆的士，迅速离开了。望着韦志奇离去的背影，许晨的心像掉进了冰窖一般。坐在沙发上的许晨心如刀绞，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。唉，往事不堪回首啊。2007年4月的一天晚上，
许晨为了答谢海关和口岸办的几位朋友，在夜总会订下豪华包间，开怀畅饮。席间有人提议叫几个陪酒女郎来助兴，许晨略加踌躇就答应了。于是一对陪酒小姐走入包间，一个穿黑色晚礼服的小姐安排在了许晨的旁边。许晨醉眼惺忪地打量着这位小姐，清纯可爱，穿着一身韩式学生服。他顿时对这个小姐有了几分好感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宫雪，叫我小雪好了。小姐甜甜地回答。当许晨得知宫雪是福建一大学音乐系的大三学生，因勤工俭学才来陪酒时，一股同情和爱怜之情涌上心头。哦，真巧，我们还是校友呢。哦，真的吗？那真是太巧了，师哥好。宫雪告诉许晨，他是四川内江人，家境贫寒，学音乐又特别费钱。无奈之下，他经人介绍在这里陪酒陪唱。不过他还是洁身自好的，并不跟客人出台。对于他的经历，许晨感叹不已。来，小雪，我敬你一杯。许晨举起酒杯一饮而尽。宫雪也豪爽地喝下了杯中酒，然后拿起话筒柔情地说，我要唱一首《甜蜜蜜》，献给我师哥许总。伴随着悠扬舒缓的音乐，宫雪用动人的歌喉唱罢一曲可以与邓丽君以假乱真的《甜蜜蜜》。此时许晨的心早已被宫雪甜蜜的歌声融化，一杯接一杯地喝下宫雪为他斟满的酒。此后许晨心中就开始放不下宫雪了。第二天晚上，许晨没有应酬，却独自来到了夜总会，单点宫雪陪唱。见到许晨，宫雪非常惊喜。许晨告诉宫雪，他想让他离开夜总会，以免受到伤害。宫雪感动地说，师哥你真好，我听你的。两人一边喝啤酒一边唱歌，不知不觉就到了半夜。许晨的酒量没有宫雪好，最后是在宫雪的搀扶下走出夜总会。宫雪把头轻轻枕在他的肩侧，柔声说，去我那儿吧。酒意正酣的许晨嘴角露出一丝笑容。的士到了宫雪的住处，在他把许晨扶进家门的那一刻，两人在酒精的刺激下紧紧地吻在了一起。从此两人陷入了爱河。不久，宫雪便搬到了许晨的住处，开始了同居生活。每天早晨，宫雪给许晨做早餐。他去上班之后，宫雪便去学校上课，晚上回来还要给男友炖一碗燕窝，这让许晨感觉到了款款温情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许晨发现宫雪回家时间越来越迟，还多次酩酊大醉。许晨为此感到很恼火。最初许晨还能忍受，可有一次宫雪竟然把他第二天出差要穿的毛料西装吐得污秽不堪。他终于忍不住了，朝半醉半醒的宫雪大吼道，你这样像什么话？每天都搞成这个样子，成何体统？当晚他住进了酒店。次日在飞机上，他后悔自己太过冒失，他决定重新审视这段恋情。刚下飞机，许晨一开机便收到了宫雪发来的短信，亲爱的，是我错了，以后不这样了，我要好好听你的话，等你回来，祝顺，爱你的雪。看到这条短信，许晨的心一软，决定只要宫雪洗心革面，就重归于好。9月的一天，许晨和大学同学在鲤鱼门聚会。当许晨得知留校任教的同学孙宇轩现在已是艺术学院团委书记，并分管音乐系学生工作后，显得十分兴奋。他给孙宇轩敬酒时神秘地说，兄弟啊，我的女朋友就在你手下，
以后可得多多关照啊。孙宇轩当即问：嫂子是谁？啊，她叫龚雪，音乐系大3学生。听他这样一说，孙宇轩悄悄把他拉到一边，放低声音说：许晨，这个人你是不是在夜场认识的？是啊。许晨诧异地回答说：你怎么知道的？嗨，冒牌的，我们系里压根没这个人。前段时间几个顾客为了争他打起来了，他在派出所里说自己是我们的学生，让我们去领人。嗨，许晨啊，你都是一个做老总的人了，应该火眼金睛才对，怎么找这样一个女人呢？从酒店出来，满腔怒火的许晨催促司机飞驰而归。打开房门，龚雪还没回来，他一把抓起两人在海边嬉戏时的合影，把相框摔得粉碎。这时门外传来了龚雪的声音：亲爱的，我现在没上班，明天来吧。完后是一阵暧昧的笑声。龚雪拉生意的对话使许晨的怒气火上浇油。在打开门的一瞬间，怒不可遏的许晨一把抓住毫无防备的许晨，啪啪就是2个响亮的耳光。你这个婊子，竟然欺骗我的感情！从不说脏话的许晨大声骂道。龚雪从酒醉中清醒过来，对视了一眼目光如火的许晨，再看看满地的碎玻璃，知道自己的伪装已经穿帮，反而变得镇静起来。都知道了。好，你说怎么办吧。许晨内心的怒火燃烧到了极点，他吼道：你给我滚，永远不要让我再看到你。呵呵。龚雪冷笑着回答：没那么容易吧，上船容易下船难，我有那么好打发吗？不要自以为是，否则让你身败名裂。他撂下一句狠话，便摔门而去。许晨朝门上狠狠地踢了一脚，歇斯底里地喊道：滚滚！他愤怒地把龚雪的东西扔在了墙角。在一张飘落的身份证复印件上，他才发现龚雪的真实名字叫冯丽娜，她的年龄比自己还大2岁。原来冯丽娜是一个混迹娱乐场所多年的坐台小姐，利用清纯的外表和动人的歌喉，一直冒充大学音乐系的学生。许晨的心像打翻了5味瓶，辗转反侧，彻夜未眠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准备上班时，开门一看，冯丽娜已站在门口。他冷冷地说：我告诉你许晨，我已经怀了你的种，我要和你结婚。说着，他把一张检验单在许晨面前抖了抖。许晨看着上面的妊娠40天的字样，顿时眼前一片漆黑。他极力使自己平静下来，对着说：这样吧，我考虑一下，晚上在马奇亚朵咖啡厅面谈。在办公室里，不辨真假的许晨心乱如麻，最终他决定用钱来解决这场恩怨。下班后，他来到马奇亚朵咖啡厅，跟冯丽娜表示愿意给他2万元。冯丽娜不容反驳地说5万。随后两人签下一纸协定，许晨支付冯丽娜5万元，冯丽娜自行去医院做流产手术，两人恋爱关系结束，不再介入对方的生活。从咖啡厅出来，许晨如释重负。半年后，许晨遇到了韦志奇。那么冯丽娜为何会突然撕毁协议，另起风波呢？原来由于席卷全国的扫黄风暴，很多夜总会关门歇业，冯丽娜没了饭碗，便又产生了嫁给钻石王老五许晨的念头。她一打听才知道，她已经跟女助理韦志奇相恋了。冯丽娜觉得自己以前女友的身份跟韦志奇竞争没有胜算，只有把许晨名声搞臭，韦志奇出于厌恶可能会离开许晨。至于此举会给许晨的事业和心理带来多大危害，
他没想那么多，也不太在乎。网上骂声一片后，许晨的情绪跌落到了谷底。韦志奇已经离职，不知去向，手机关机。无奈他打给韦志奇的父母，对方听到他的声音后，砰的一声挂断了电话。对于冯丽娜散播的谣言，过于自信的许晨觉得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谣言会不攻自破。然而他的沉默换来的却是冯丽娜变本加厉的攻击。紧接着，冯丽娜又写了一封同样内容的信寄到了公司总部，要求处理许晨。对许晨嫉妒在心的一些人趁机落井下石，向董事会谏言，因其有损公司形象，应撤销其职务。一时间许晨备受压力。许晨无奈之下找到了冯丽娜，希望她不要再这样纠缠下去，否则会两败俱伤。冯丽娜冷笑着说，除非你娶我。许晨斩钉截铁地回答说，不可能。恼羞成怒的冯丽娜恶狠狠地对许晨说，我告诉你许晨，我要和你斗到底，让你身败名裂。之后冯丽娜经常骚扰许晨，并给他的客户和同学打电话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自己被许晨始乱终弃的经过。2008年中秋，冯丽娜跑到许晨父母的住处，威胁两位老人要许晨和他结婚，否则要让许晨进监狱。许晨的母亲又气又怕，生了一场大病。2009年4月的一天，许晨正在跟荷兰一家大型公司代表洽谈业务时，冯丽娜组织社会闲散人员30多人到公司外挂声讨横幅，造成大量群众围观。荷兰公司代表愤然离去，致使一笔上亿元的业务泡汤了。面对许晨个人原因引发的不利影响，集团做出了调他到福州工作的决定。正当许晨收拾东西准备交接工作时，他收到了韦志奇寄来的包裹，里面是之前许晨送给他的一些礼物和一张寥寥数语的字条。一切都结束了。许晨的眼睛定格在了这张字条上，顷刻间泪水倾泻而下。这天晚上，许晨走到阳台上，听着下面的海潮，犹如人生呜咽。突然他翻过阳台，扑通一声掉进了海里。冰凉的海水一泡，许晨忽然清醒过来，求生的本能让他拼命挣扎，并大声呼救。就在这时，两个巡夜的小区保安发现响动，将他救了起来。鬼门关上走一遭后，许晨不想死了，黯然辞职，准备休整一段时间，换一个环境，开始新的生活。然而偏执的冯丽娜却没给他喘息机会。5月6号深夜，失眠多日的许晨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惊醒，电话里传来了老母亲的哀鸣。冯丽娜刚刚打电话过来，威胁我们让你和她结婚，你爸气得脑溢血昏了过去，现在正在救护车上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钻心的疼痛袭遍全身。这一刻，他的内心里充满了对冯丽娜的愤怒。5月7号凌晨2点，许晨赶到冯丽娜的住处，二话不说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毒打，直到他倒在地上没有了喊声才停下来。看着一动不动的冯丽娜，许晨以为她死了，害怕起来。就在这时候，附近几个被惊醒的住户跑了出来，将许晨围住。许晨无奈，只好拨打了110自首。不久，110民警赶到，将许晨带走，并将冯丽娜送进医院抢救。经诊断，她眼眶破裂，鼻梁粉碎性骨折，肋骨断裂，构成轻伤。随后许晨被警方刑拘，关在看守所里。这时他才深悟到老同学孙宇轩的话，找对象要在正确的场所里找，一个混迹在灯红酒绿的欢场里的女人，怎么可能拥有真正清纯浪漫的情怀。2010年2月，经法院审理后，被告人许晨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。好，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。